Hello，我係 Rain，我都知爭咗你哋咧一段時間㗎啦，好多人咧都追問我咧對2022年呢個加密貨幣市場嘅睇法。2022年咧，有啲人認為咧比特幣可能會升到10萬蚊美金，亦都有啲人咧認為加密貨幣嘅崩潰咧就係唔可以避免嘅。咁我認為咧會有啲咩嘢發生嘅咧？咁今集嘅內容咧分3個部分，第一部分咧就會講返2022年加密貨幣市場咧有啲乜嘢將會發生。第二個部分咧，我就會同你哋分析下有一啲可能會反轉成個幣市嘅龐大黑天鵝嘅事件。最後我亦都會同你哋分享我自己對2022年加密貨幣市場嘅睇法同埋展望。呢度都提一提大家啦。加密貨幣市場嘅投資咧係極高風險嘅投資活動，而呢段影片即係分享我個人對整個市場嘅睇法，就唔係咧對你構成任何嘅加密貨幣嘅買入同埋賣出嘅建議。投資有風險，記得喺入市之前咧自己做功課啦。另外，如果你想支持 Ringier 呢個平台，你都可以 click 一 click 下面嘅開戶連結啦，包括加密貨幣嘅平台 CXIO， 咁呢個係英國註冊嘅平台。另外都有買賣美股免手續費嘅 First Trade 啦，同埋可以買晒全世界股票嘅交易平台 Saxo Bank， 亦都有一啲開戶嘅優惠嘅。咁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同埋訂閱啦。翻嚟今日嘅正題，首先我認為比特幣喺2022年咧，將會喺全球嘅範圍內咧更加廣泛咁樣被使用。我唔係指咧政府或者央行咧會推廣比特幣，其實我自己睇咧世界主要嘅經濟體咧就唔會咁有可能係直接支持好似比特幣呢啲咁嘅加密貨幣，因為比特幣咧本身係去中心化，係冇辦法由中央銀行咧去控制嘅。呢度指廣泛嘅使用咧，係指比特幣作為全球性嘅結算網絡，佢將會咧喺2022年繼續咧成為銀行同埋企業之間嘅結算系統。根據 ARK Invest 嘅研究報告裏面就指出啦，比特幣嘅網絡咧係全球性嘅，佢唔容易被審查，我哋係唔可以審查佢嘅交易。佢嘅錢咧，亦都唔可以被中央銀行等機構咧去誇大。而今日咧，大多數以美金為基礎嘅國際支付咧，都要通過呢個聯儲局嘅實時總結算，即係 RTGS， 或者咧係 FedWire。咁而比特幣嘅網絡咧，係直接支持咗發送方同埋接收方，係無需要咧交易支付系統，直接係跳過咗我頭先講嘅 RTGS 同埋 FedWire。而比特幣嘅網絡咧，能夠每隔幾個鐘咧就達成高額嘅交易。比特幣咧每10分鐘咧就可以促進到2000個全球結算嘅交易，而且咧係全年無休 24/7。所以我自己展望喺2022年咧，加密貨幣尤其是比特幣咧，會繼續吸引全球大型嘅企業去接納，甚至投資喺比特幣或者以太幣上面。其實暫時咧，依家都有唔少嘅跨國企業咧已經接受緊比特幣嘅付款㗎啦。例如我哋最熟悉嘅 Microsoft、PayPal、SC、Starbucks 同埋 Teach 等等，而亦都有啲企業咧開始投資喺加密貨幣市場上面，例如 Tesla 啦、Square、Coinbase 等等。而呢啲企業嘅 CEO 亦都有以個人嘅名義投資加密貨幣。另外，蘋果嘅 CEO Tim Cook 咧最近亦都公開承認咗佢持有加密貨幣啦。呢個我喺 Patreon 之前咧都有俾佢哋一啲 update 㗎啦。Twitter 同埋 Square 啦，即係依家改咗名嘅 Block 嘅創辦人 Jack Dorsey 咧，亦都有持有呢個加密貨幣，並且咧係大力推廣。而 Elon Musk 嘅個人同埋公司，包括 Tesla 同埋 SpaceX 咧，亦都有持有加密貨幣。Visa 咧上年12月咧就宣布為呢個金融機構同埋商家推出呢個全球性嘅加密貨幣諮詢服務，因為根據 Visa全球報告顯示，40% 嘅加密貨幣擁有者咧，好大嘅機會咧，佢哋會將佢哋嘅首選銀行轉為一啲咧可以提供相關加密貨幣服務嘅銀行。所以我只會睇到2022年咧，可能會有更多嘅企業咧會加入接納呢個加密貨幣作為呢個付款方式，或者係進一步投資喺加密貨幣上面。另外，我都認為咧，2022年加密貨幣市場咧會有更大嘅市值。有消息指出啦，價值超過30個 billion 美金嘅比特幣信託基金 GBTC 咧已經申請轉換為咧 ETF。如果呢個申請獲得批准咧，呢個亦都係加密貨幣合法化嘅一個巨大里程碑。因為轉為 ETF 咧，可以令到機構投資者咧更加容易投資喺比特幣，將比特幣納為佢哋嘅資產類別之一。簡單講句，即係成個比特幣嘅投資嘅 pool 係更加大。
我呢兩段影片咧亦都有提過咧相關嘅內容，關於呢個比特幣嘅 ETF 嘅。如果你有興趣咧，可以 click 翻嚟睇睇。咁我自己睇翻啦 ，ETF 咧將會係進一步將呢個加密貨幣嘅市場推向個人化嘅投資者，即係 retail investor 啦，仲有 institutional 嘅 investor， 咁令到佢哋咧有更多嘅合法嘅途徑去投資加密貨幣。所以簡單嚟講咧，2022年將會有更多嘅資金咧湧入加密貨幣嘅市場。第三點我自己睇啦，喺2022年將會發生嘅事情咧，就係關於比特幣嘅主導地位啦。咁近期咧，好多人都擔心比特幣嘅主導地位咧會受到挑戰，甚至係取代。如果你而家睇翻呢個圖，目前咧比特幣嘅主導地位咧已經降到去40% 以下，而以太幣 Ethereum 咧佢嘅市場主導地位咧繼續保持喺20% 以上，接近咧420個 billion 美金。而過去一年裏面咧，以太幣嘅市場主導地位咧翻咗1倍，由10% 上升到20%。咁撇除咗 Ethereum 同埋 Bitcoin 之後咧，其他嘅加密貨幣咧目前就佔市場大約40%。咁因為喺過去嘅一年裏面咧，比特幣佢喺市場嘅主導地位咧係持續下跌，去到依家咧嘅40%。所以有人就指出啦，比特幣嘅主導地位咧已經破咗多年嚟嘅趨勢圖啦。而呢個趨勢線破咗之後咧，佢哋認為咧比特幣嘅價格咧會大幅下滑。咁咧，我一陣咧會喺稍後喺第三部分咧係講翻2022年我對比特幣嘅展望嘅時候咧，再回應呢個睇法。好，去到第二個部分啦，就係投資者要小心2022年可能發生嘅巨大黑天鵝嘅事件。對我嚟講，2022年咧最重要嘅黑天鵝就係關於加密貨幣上面嘅穩定幣，即係 stable coin 一個潛在嘅風險。Tether 旗下嘅 USDT 咧就係加密世界裡面咧嘅潛在黑天鵝啦。USDT 咧係一隻聲稱具有價值嘅穩定幣，其中咧一個 USDT 咧就應該係等於1個美金嘅。而70% 嘅比特幣嘅交易咧，其實都係用緊 USDT 去完成嘅。喺任何一日啊 ，USDT 咧都係交易量最大嘅代幣之一，而佢嘅交易量咧通常都係比特幣嘅2倍。咁我喺呢段影片咧有詳細介紹過咧穩定幣 USDC 同埋 USDT 噶啦，咁有興趣咧可以睇翻呢段影片。咁點解 Tether 同 USDT 咧係備受爭議咧？根據美國嘅監管機構就指出啦，呢間公司 Tether 佢涉嫌咧操縱比特幣嘅價格，而佢同 Bitfinex 咧呢個交易所嘅關係亦都唔明確，而且 Tether 嘅賬戶係未經會計審計嘅，而間公司咧未能向政府提供佢之前承諾咗嘅審計報告，所以咧冇足夠嘅證據顯示 Tether 公司咧係有足夠嘅儲備去支持 USDT 呢個代幣。美國嘅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咧喺2021年10月咧就對 Tether 呢間公司咧處以呢個41個 million 美金嘅罰款，原因咧就係因為 Tether 咧涉嫌誤報佢哋嘅儲備金。而 Bloomberg 咧喺2個月之前亦都出咗另外一個報導，佢又指出啦 Tether 嘅資金係由台灣流向呢個波多黎各，又由法國轉去中國同埋咧巴哈馬呢啲咁嘅國家。所以咧 Tether 一直係通過投資儲備金咧，係為自己賺取一個潛在嘅利潤。而 Bloomberg 指出咧，呢度係一個極高嘅風險，佢變相唔係一種穩定幣，而係咧一種高風險嘅離岸對沖基金。而同一個 Bloomberg 嘅報導亦都指出啦 ，Tether 嘅會計師嘅事務所咧，佢有發咗一個信函，顯示佢哋咧依家喺持有嘅美元資產裏面咧，大約有30個 billion 嘅美金咧，係投資咗對公司短期貸款嘅商業票據，即係 commercial paper。如果根據佢所報稱嘅30個 billion 呢個規模咧，呢一類嘅債務規模咧係講緊全世界第7大嘅持有者，同著名嘅基金公司 Charles Schwab 同埋 Vanguard Group 咧係可以叫做同級。所以咧 Bloomberg 為咗核實呢個說法咧，佢嘅記者就向華爾街裏面嘅交易員啊啲 trader 咧就問一問，但係所有嘅華爾街人咧都話佢哋對呢個交易唔知情。但係咧，其實 commercial paper 本身佢個市場係好細嘅。咁如果你要買到同 Charles Schwab 或者係 Vanguard 咁嘅規模、咁嘅級數嘅資產咧，其實華爾街裏面咧其實冇可能係有人唔知情嘅咯。但係 USDT 佢嘅目前嘅市值咧就繼續咁樣膨脹，所以 Bloomberg 咧嘅報導就表示啦，其實 Tether 嘅資產審計咧係非常之粗略嘅估算。
最壞嘅情況 ，Bloomberg 係相信佢呢啲資產根本係唔存在，包括佢之前講過嘅30個 billion 嘅美元 commercial paper。咁如果咧 USDT 真係背後所 support 嘅資產儲備咧係唔足夠嘅話咧，咁樣係一個非常之危險嘅動作，亦都有機會引致成個 USDT 去崩盤。如果真係崩盤嘅話咧，亦都會對比特幣產生一個負面嘅影響，因為頭先都講過啦，70%嘅比特幣嘅交易都係利用 USDT 去完成嘅。不過我自己咁樣認為啦，如果呢個事件真係發生嘅話咧，有機會係令到比特幣嘅支持者咧係一個好大嘅買入機會。之前我喺嗰段影片裏面咧亦都提過，我自己就唔會換 USDT 去 trade 呢個比特幣嘅，所以咧冇人知，可能某一個時間咧會突然之間崩盤。咁反而我自己會睇啦，呢個係如果呢 USDT 真係崩盤嘅話咧，反而係令到比特幣受影響下挫的話咧，係一個我哋重新買入比特幣嘅一個好好嘅機會。咁另外一個咧黑天鵝嘅事件喺2022年啦，我相信咧好多嘅國家亦都有機會加強對加密貨幣嘅監管。依家咧已經有唔少嘅國家咧對呢個加密貨幣抱有一個極審慎嘅態度。美國啦、歐盟、英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咧，依家都喺度草擬緊呢個法案規管呢個加密貨幣市場，同埋討論咧點樣去徵收相關嘅稅項。咁但係咧，如果佢哋係規管嘅咧，都還可以。隨住中國咁樣禁止呢個加密貨幣嘅交易，有啲國家咧亦都會考慮跟隨佢嘅步伐。路透社喺2021年12月就報導啦，俄羅斯央行咧就認為加密貨幣會危害呢個金融穩定，俄羅斯好快都會加入禁止加密貨幣市場嘅交易。而印度咧據報亦都會咧禁止一啲私人電子貨幣啊，同埋私人加密貨幣嘅交易。雖然咧目前咧印度去提交國會嘅草案咧仲未定案，但係俄羅斯同埋印度呢啲咁嘅禁止加密貨幣交易嘅消息咧，亦都會令到全球嘅投資者帶嚟一個好大嘅不確定性。而呢啲不明朗嘅因素咧，將會影響加密貨幣嘅走勢。好啦，去到第3個部分啦，亦都係我自己對2022年啦加密貨幣嘅走勢同埋有啲咩睇法。第一，我喺過去咧就多次提及咧呢個加密貨幣嘅寒冬啊，即係 Bitcoin Winter。咁呢個寒冬咧，其實係由 Bitcoin Halving 呢一樣嘢咧去引發嘅。因為你會睇到由 Halving 呢個時間表嚟睇咧，今年第一季至到第二季開始咧，將會有一個較大嘅回調，可能咧係長達1至2年嘅大回調。咁呢度都介紹翻少少啦。Halving 咧其實係指比特幣咧將俾呢啲礦工即係開採比特幣嘅人咧，佢嘅獎勵咧減半。而按照目前比特幣嘅生產速度咧，大約每4年咧就會減半一次。減半咧就亦都會製造咗咧比特幣嘅所謂嘅繁榮同埋蕭條嘅週期啦。咁如果你想了解咧 Halving 係乜嘢嘅話咧，我呢段影片之前有解釋過㗎啦。如果你睇翻呢幅圖啊，喺過去嘅2次嘅 Halving 嘅時間咧，比特幣先係有一個短暫大約1年嘅升幅，然後咧就有一個2年至1年嘅蕭條期。咁所以咧頭先我先講，如果計翻呢個蕭條期咧，將會係喺2022年嘅頭1-2季會發生。或者其實我哋依家已經處於呢一個蕭條期啦，但係你要留意呢個 Halving 造成嘅比特幣嘅蕭條週期咧，時間喺近2次嘅 Halving 之後咧，呢個蕭條週期其實係越嚟越短嘅。喺2013年之後咧，2014到2016嘅冬天咧，大約有2年。但係喺上一次2018至2019年嘅 Halving 嘅時間咧，呢一個蕭條嘅週期咧已經縮短為1年。而呢個1年嘅 Bitcoin 圖亦都顯示啦 ，Bitcoin 每一次下跌約20%咧，都有一個極大嘅買盤支持。呢啲買盤亦都支持比特幣咧再次向上。所以我自己認為咧，加密貨幣係會有寒冬。我哋甚至可能已經處於呢個寒冬，但係我自己睇咧，呢一個時間性可能會係短暫。如果上一次係1年嘅話咧，可
可能今次只係不過會係幾個月嘅時間。而如果2022年上半年冇乜特別嘅消息發生嘅話咧，配合佢哋比特幣個 dominance 嘅下跌啦，即係頭先我講過去到40% 嘅下跌，同埋整個 Bitcoin Winter 嘅來臨咧，我自己睇咧2022年嘅市場咧最少會出現一段唔穩定，而且咧呢個 Bitcoin 嘅價格咧基本上係持平嘅時間。咁如果冇一啲突發嘅好消息出現咧，咁加密貨幣喺第一季至到第二季最佳嘅表現咧，我俾都係可能係持平嘅啫，甚至可能要持續走低一段時間。而根據 Bitcoin Halving 呢個時間表咧，加密貨幣有機會要等到第三季咧先會有一個比較明朗啲嘅發展。另外我自己睇翻2022年咧，加密貨幣整體嘅市值咧係會越嚟越大。回應頭先咧影片第一部分啦，好多咧比特幣嘅批評者咧就指出比特幣嘅主導地位咧已經破咗多年嚟嘅趨勢線啦。咁而佢哋認為比特幣嘅價格咧就會大幅下滑。但係如果你仔細觀察嘅話咧，比特幣嘅市值其實喺5年間咧已經係大幅上升咗。比特幣嘅2017年年頭咧嘅市值約為咧係16個 billion 美金，而佢去到2022年咧年頭嘅市值已經升到去868個 billion 嘅美金，佢嘅升幅係講緊53倍。而以太幣嘅市值咧，亦都喺5年間咧不斷上升，由2017年嘅843個 million， 而去到2022年，以太幣嘅市值咧已經去到451個 billion 㗎啦。呢度係講緊535倍嘅爆炸式嘅增長。所以我自己就睇唔到比特幣 dominance 咧跌到去40% 以下，係等於我要去沽出比特幣嘅理由，因為以5年嘅數值嚟講，比特幣同埋以太幣佢哋嘅市值咧都係爆炸式咁樣增長。咁雖然啦，頭先我有講過呢個 Bitcoin Winter 咧可能會令到近期嘅加密貨幣嘅整體市場咧嘅趨勢係向下啦，但係咧長線嚟講，加密貨幣依然係喺上升嘅軌道上面。雖然我自己長線咧仍然支持呢個比特幣啦，但係從數學嘅角度嚟講咧，比特幣可能會回歸均值，即係 reversion to the mean 啦。因為回歸均值咧其實係一個數學嘅概念。佢係指咧，當一個數字系統咧偏離咗佢一個長期嘅存在嘅數值嘅時候，個系統會最終咧回到去佢之前呢個普通嘅範圍裡面。喺回歸平均值嘅同時咧，可能涉及一個非常之大嘅波動，然後咧呢個數值先可以恢復正常。所以咧，請大家都要預備啦，上半年嘅幣市咧可能係一個極度波動嘅市場。咁第三部分啦，我自己睇啦，山寨幣啦，或者你哋可以講一啲潮流最興嘅 meme 嘅硬幣咧，亦都有機會咧係會喺市場度咧逐漸減少，甚至咧係消滅。咁喺2022年同埋2021年之間咧，隨住比特幣達到歷史高位咧，呢啲所謂嘅山寨幣咧出現咗一個爆炸式嘅增長。但係如果你留心一睇，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山寨幣咧，佢嘅價格喺大部分嘅情況之下咧，都係大幅度咁樣下跌。例如 Shiba 喺2021年10月嘅高位咧，持續下跌到今日，跌幅咧已經高達60%。例如 Floki，佢喺2021年11月嘅高位之後咧，去到今日下跌嘅幅度咧接近70%。Omicron 亦都由2021年12月嘅高位535蚊咧，急跌到去2022年嘅1月嘅低位，得返17蚊。呢啲懸崖式嘅下跌咧係講緊300%。咁所以咧回應翻頭先嗰個 dominance 呢個問題啦，咁有啲投資者就指出好多嘅幣咧喺度取代緊呢個比特幣。咁但係咧對我嚟講咧，其實 meme 幣嘅基本上係一個賭場啦。咁企喺潮流尖端嘅 meme 幣咧，通常都會吸引大部分公眾嘅注目。咁呢啲 meme 幣咧，亦都可以成為短暫上市場上嘅王者啦，叫做。但係相反咧，如果佢哋真係走反方向下跌嘅話咧，其實呢啲 meme 幣嘅下跌情況咧係非常之殘酷。咁投資者咧都聰明嘅，咁我自己睇啦，去到2022年咧，相信新發行嘅呢啲咁嘅山寨幣嘅規模咧，應該會比2021年咧同2020年少嘅。咁即係意味住好似 Omicron 同埋 Shiba 呢啲咁嘅代幣咧，會繼續失去動力。喺2022年咧，我自己睇佢哋嘅上漲空間咧會有限。咁當然啦，如果係 Elon Musk 爸爸推介嘅特別幣種咧，咁可能咧都會例外嘅，因為佢真係好多支持者。咁而我自己都睇啦，2022年本身係對比特幣一個有壓力嘅一年啦，配合呢個寒冬嘅嚟臨。咁所以我自己都會睇咧，meme幣咧亦都會受大市嘅拖累。除此之
我自己睇啦，呢個穩定幣即係頭先我講嘅 stablecoin 咧，好大機會受到監管。呢個即係意味住咧，美國嘅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咧，將會採取更多嘅執法行動，去徹查類似 USDT、Tether 呢啲咁嘅事故，亦都會開始真正咁樣推動同埋制定規則。咁呢一個喺另外一個方向嚟諗咧，其實係一個好消息，因為咧美國嘅監管機構咧，似乎對呢個穩定幣嘅存在咧係持有一個開放嘅態度。咁而去監管呢啲穩定幣嘅市場咧，即係意味住全球嘅範圍裡面咧，亦都會有一個新嘅買盤啦。因為呢啲穩定幣嘅儲備咧，就會對美國嘅國債會有支持。好多呢啲穩定幣嘅儲備咧，都會投資喺美國國債，咁注入一啲新嘅流動資金，所以對我嚟講係整體利好呢個 stablecoin 嘅市場。不過如果咧 USDT 有咩問題發生嘅話咧，將會係一個大嘅炸彈。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如果呢一個炸彈真係嚟臨嘅話咧，反而係我哋逢低買入嘅機會。因為咧，除咗 USDT， 其實你可以用翻 USDC 啦，或者其他嘅 fiat money 咧，去 trade 翻買入呢個加密貨幣嘅。咁其實過去呢一兩年啦，大家都知道美國聯儲咧，目前係實施緊歷史上面最寬鬆嘅貨幣政策。咁目前嘅美國通脹率係講緊成6至7%，但係利率咧只係0。咁美元咧，似乎就唔係一個真正嘅資金避風港啦。咁只要咧呢個聯儲局嘅利率咧維持喺接近0嘅話咧，通脹咧係會繼續上升。如果係因為通脹上升嘅因素咧，比特幣嘅長期走勢咧應該會比美元好，因為咧比特幣嘅總數量係有限，所以喺供求定律之下咧，比特幣長期上升嘅趨勢係合理嘅。咁而我自己睇啦，2022年咧喺呢個 crypto 嘅世界裏面咧，亦都會有一啲好重大嘅發展啦，例如以太坊嘅2.0嘅推出，以及咧越嚟越蓬勃嘅 NFT 嘅市場，都係直接咧刺激緊咧大眾對以太坊嘅需求。咁呢一點咧，我之前喺 Patreon 咧亦都有同佢哋分享過，解釋咗 NFT 同埋以太幣嘅關係。咁隨住加密貨幣行業咧就日趨成熟，咁我自己睇咧嚟緊呢一年咧將會有更加大量嘅資金去湧入呢個市場裏面，同埋咧會建設唔同嘅 project。咁如果你密切關注呢個成個市場發展咧，你可能會發現有更多大量嘅機會嘅。咁當然啦，一啲現實世界裏面咧，亦都有其他嘅因素會影響加密貨幣。咁例如美國嘅利率啦、通貨膨脹啦，去到變種病毒啦，呢啲消息咧將會喺嚟緊呢一年咧繼續左右呢個加密貨幣嘅走勢。咁總括嚟講咧，2022年嘅加密貨幣咧會係有一個更清晰嘅監管制度、更大嘅市值、更廣泛嘅使用，以至去到區塊鏈遊戲嘅推動之下咧，以太幣、比特幣嘅採用率咧只係會有增無減，而佢哋嘅長期走勢咧，我係睇好嘅。咁當然啦，如果你想挑選其他嘅加密貨幣嘅項目，咁我會建議你哋自己咧比較小心謹慎去選擇啦，盡量揀翻一啲大型同埋有前景嘅 project 啦。亦都要留意佢哋嘅開發團隊咧係咪可以信任。好，你都留言話俾我聽，分享下你對2022年加密貨幣市場嘅睇法啊！有邊一啲幣咧你覺得係有前景咧？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